大学学测考完了，接下来很多人就要面临选择大学科系、求职的抉择。应该选容易找工作的科系，还是追随兴趣？应该选择自己热爱的工作，还是高薪的工作？社会上的主流声音都告诉你，应该跟随你的热情，做你热爱的工作。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失控的热情》，就要来告诉你，你不应该把兴趣当成工作，更不该轻易追随热情。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 Aaron Sack。他要在这本书里揭露，把兴趣当饭吃的热情原则，其实是只有少数人才玩得起的特权。事业上追随热情，可能会加深阶级复制，恶化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最后还可能被雇主用来合理化低薪、高工时。过往的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会做出理性行动，学生会自己计算多少教育投资可以带来最大效益，找工作时也会优先考量符合自己最大经济利益的选项。但是作者调查美国大学生的求职取向，发现找工作时，很多人并不是高薪导向，而是追随热情原则，就是认为这份工作可以展现自我、提升自我，进而带来满足感、成就感，而非只是因为这份工作待遇好。例如，能够想象自己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通常就是你的热情所在。作者统计美国大学生求职时的考量，发现有78%的人首要考量兴趣。但是在统计上可以看到阶级差异，来自中产富裕家庭的学生更会坚守热情原则，而劳工阶级的学生比较会优先考虑薪水跟工作稳定度，因为这些学生要还学贷、维持家庭生计，所以更愿意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斜杠打零工。但在热情原则盛行的美国，这种人就会被看不起，认为没有实现自己的美国梦。除了阶级差异以外，热情原则还有文化差异。亚裔学生更少在求职时考虑兴趣，因为亚裔移民到美国后，父母会给小孩压力，希望小孩在美国立足，找薪水稳定的科系，因此更容易选择理工系到科技业工作，才能够在社会上往上爬，翻转阶级。现在我们来比对一下台湾的情况。劳动部在2023年调查发现，15至29岁的年轻人在求职时，63%的人会优先选择工作稳定度。只有不到40%的人会优先考虑兴趣，这反映出台湾年轻人不像美国年轻人一样那么受热情原则影响。因为美国是很个人主义的文化，强调你要展现自己的独特性。在美国，不计较薪水、追求热情，会被视为在道德上更优越的人，仿佛你在努力实现你的美国梦。如果你只追求高薪，就会被视为低人一等。好像你这个人很肤浅，都没有梦想要实现，等于是背叛自己的人生，只为了钱在生存。我这辈子只在乎6点能不能准时下班。但是在台湾，很多人会想透过教育翻转阶级，只求一个高薪稳定的工作就好，或是想考公务员，拿一个铁饭碗，就算没有追求热情，没有实现自己的独特性也没差。而且在美国，有大学文凭更容易找工作，所以可以先考量有兴趣的工作。但在台湾，人人都可以读大学，造成学历贬值。大学毕业后不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导致很多年轻人早就看破了热情原则，反而优先考虑薪资。维生第一吧，赚钱先。兴趣上面不要太目前是收入，想多赚一点钱。我觉得金钱先稳定之后，找到一个跳板的话，再去找自己的兴趣的工作。如果刚出来的话，应该是看收入，做一阵子之后可能会再看兴趣。那么大学生为什么会信奉热情原则呢？作者在访谈这些学生后，归纳出几点。第一，人们相信热情原则能驱使人努力向上，在职场里取得成功。因为有热情的人具有内在动力，比起只想赚钱的员工，更能把事情做好。像是大家常听到的励志语录，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就是一种热情原则。第二个原因是认为热情原则能带来美好人生。许多人并不是天真的相信热情，而是出于对大环境的无奈，从小就被关在学校，出社会后被关在公司，退休后就算存了钱，也没有健康可以体验人生了。既然人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工作，那还不如现在就开始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避免工作带来的疏离感、异化感。人们其实是知道资本主义带来的劳动异化，所以用热情原则来跟现实妥协。反正都要当社畜，那还不如做一只快乐的社畜。第三，热情原则也来自世代差异。我们这个世代的小孩是看着上一代的父母宁可做着无聊的工作，也要努力赚钱。
很多人为了不要重复跟父母走一样的路，就决定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问，热情原则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其实从19世纪一直到2战，稳定的经济收入才是人们的主要考量。1950年代的职涯书籍会告诉你，在还没开始工作以前，不需要对这份工作感兴趣，因为兴趣其实是可以培养的，你可以等到上工后再说。你如果在找工作时考虑的是热情兴趣，反而会被认为是太情绪化、不理性的人。但是风向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转变，因为这时候美国政府开始推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去除管制劳动力市场，造成更多的工作不稳定。以往只要有好学历，白领阶级可以在同一家公司做很久，所以要定义自己是谁很容易。但是新自由主义实行后，造成短期契约、零工经济开始盛行，人们每几年就换一次工作，这就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感、失落感。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去哪里？这时候，热情原则就成了用来定义自我的好方法。像是1970年代的畅销书《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就建议求职者不要当成在找一份工作，而是寻找一段人生，一个你引以为傲的人生。同一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扩张，让一般大众首次得以接受高等的职业培训。许多人成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觉得自己终于可以透过教育一展长才。同时，女性也从家庭里解放出来，大量妇女进到职场工作，获得经济独立。这一连串的转变，都让自我表现、个人崇拜的现象增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热爱的工作来定义自己。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社会承诺每个人有机会大放异彩，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又让工作越来越不稳定。这时候，热情原则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文化信仰，让劳工感觉到我的工作虽然低薪又不稳定，但是只要我在工作时找到成就感，展现自我，我就不会感到那么的疏离异化。人们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份工作虽然低薪又短期，但是没关系，只要未来可以实现我的理想，现在先辛苦一点也不算什么。在我日后成功的时候，这些辛苦反而会变成励志故事，让别人知道我也是苦过来的。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热情原则就大量普及到社会各个角落。从统计证据上，我们可以发现，1980年代以前，很少书里会提到追随你的热情，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就开始爆炸式增长。自助书籍、电视节目、职涯顾问、大企业家，全都开始赞扬去做你热爱的工作。因为只要人们都把兴趣当成工作，就可以消弭资本主义带来的低薪、工作不稳定，还有异化感。劳工会激励自己，工作虽然低薪，但是充满意义，我在追求我的梦想。公司甚至可以在开除员工的时候，用去追求你的热情当成理由。You know why kids love athletes? I don't know, because they screw lingerie models. No, that's why we love athletes. Kids love athletes because they follow their dreams. Well, I can't dunk. No, but you can cook. Your resume says that you minored in French culinary arts. How much did they first pay you to give up on your dreams? $27 grand a year. And when were you going to stop and come back and do what makes you happy? 这种热情原则在2000年代发展到巅峰，出现在2005年贾伯斯在史丹佛大学的毕业致辞里。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and don't settle. 这段致辞暗示了，找工作时如果只选择薪水比较稳定的，或是对工作没有热情，就是安于现状，是不可取的行为。近几年来，热情原则更是体现在流行音乐里。I'm on vacation every single day cause I love my occupation. 可以说，热情原则已经变成21世纪的职场文化，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热情原则听起来是好事，鼓励大家追求自己热爱的事有什么不好？但它其实暗中推动了阶级复制跟社会不平等。作者追踪了大学时期访问过的那些学生，等他们出社会开始工作3到5年后，再访问他们一次，看看那些相信热情原则的人后来都怎么了。结果发现3/4的人依旧遵循热情原则，但其实只有37%的人
能够从事符合兴趣的工作。这些人多数都来自中上阶级的家庭，就算追求热情后在工作上失败了，依然可以在转职期间靠爸妈存活。相比之下，对劳工阶级的人来说，追求热情就是场赌注，因为这些人毕业后不能靠父母，每个月还要还学贷。如果追求有兴趣的工作，常常必须接受低薪或是短期不稳定的合约。所以同一个热情原则用在中产阶级跟劳工阶级的人身上，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首先，中上阶级的家庭可以提供小孩更多的财务安全网，像是大学时可以做一些无薪水的实习，反正爸妈会提供金援。在毕业后，有钱人家的小孩也有更多余裕去探索自己的热情跟职业规划，像是欧美很流行的 gap year 空档年，就是毕业后先到处旅游1年，让自己探索兴趣，不必立刻去找工作。但是能负担得起这些旅费的学生，都是中上阶级的小孩。一般劳工阶级找工作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空出1年去探索自己的兴趣？还有另一个安全网是中上阶级的小孩可以住在父母家，在还没找到工作前就可以省下一大笔房租。劳工阶级的小孩虽然毕业后也可以跟父母住，但可能会对父母造成负担，父母必须多承担一个人的开销。或者是本身就出生在台北的人，从小就享有集中在台北的资源，在台北找工作时也可以先住家里。北漂的求职者就无法享有这种财务安全网。Hello， 你是哪里人呐？我是天龙人。我也是哎，但是我会8国语言。我靠，比快一通还厉害。请问你是念什么科系的？电机系加医学系，我双修。根本就是超级学霸嘛，我输惨了。你看起来蛮土的耶，家里耕田的吗？除了安全网以外，中上阶级的家庭也会提供更多的跳板，让小孩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这种跳板被社会学家 Bourdieu 称作非物质的资本，例如文化资本就是非物质的资本。中产的家庭比较熟悉中产阶级的文化规则，像是进到好大学、找到好工作的潜规则。例如，父母会知道要录取顶尖热门科系，小孩从高中时就要有志工经历，因为父母自己就是中上阶级的成员，自然知道如何让小孩在求职面试时脱颖而出。相比之下，劳工阶级的家长缺乏这些文化资本，不知道怎么帮小孩，就必须去找补习班或是职涯中心的帮助。中产阶级的家庭也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就是社会上的人脉，父母可以动用自己的人脉，帮小孩弄到一个实习位置，让小孩在毕业前就有工作经验，这就让他们更容易找到第一份工作。或是父母可以找到人脉投资小孩创业。相比之下，劳工阶级的毕业生必须自己投履历，没有家族人脉可以使用，必须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人脉。这些都是找工作时中产阶级才有的跳板优势。这就让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看情况就鼓励学生求职者追求热情，其实会复制阶级不平等。因为热情原则预设了大家都是中产阶级出身，是以中产阶级作为模型，再提供求职建议。如果劳工阶级的求职者追随热情，常常会得到跟中产阶级不同的结果。这时候，他们可能会责怪自己，为什么努力追求热情，却无法跟其他人一样事业成功，而没有意识到追求热情其实是中产阶级的人才玩得起的。盲目追随热情原则，本身就助长了社会阶级的不平等。接下来，作者要更进一步揭露热情原则更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被用来维系不平等的现状，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好用的模型来解释不平等。相信热情原则的人认为，人依照自己的热情兴趣，寻找可以发挥长才的工作，因为是自己热爱的，自然能够发挥最大能力，因此工作的薪水也就忠实反映了你这个人的努力。所以有些人领高薪，有些人只能领低薪，都是反映你对这份工作的热情还有努力，这都是市场机制最有效率配置的结果。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背后其实暗藏了2种意识形态。第一种是攻击主义，我之前在成功的反思影片里有解释过什么是攻击主义，就是相信劳力市场在公平竞争下，越有能力的人应该得到更多报酬。我不看你的出身高低、裙带关系，只要你有实力、努力工作，就会得到相对的薪资。这样听起来很公平。在1980年代，有70%美国人相信职场上的成功是源自努力工作，而不是运气或受人帮助。
所以低薪的人代表他们不够热爱工作，不够努力，或是他们自己热爱那份工作，所以自愿领低薪。这种攻击主义的解释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现实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劳力市场从来都不是公平竞争。例如，女性跟少数族裔因为有遭遇职场歧视的经验，比较能够看破攻击主义的意识形态，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依然无法克服职场的天花板。但是危险就在于，热情原则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即便大家知道职场上存在性别、种族、阶级的不平等，许多人依然会相信人人都可以靠后天努力克服这些不平等。你看，奥巴马依然可以当上黑人总统啊，依然有很多女 CEO 存在啊，所以不要一天到晚怪社会不平等，应该要看你自己努不努力啊。除了这种攻击主义以外，热情原则还吸收了强调个人责任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为了应对经济大恐慌，政府会大力介入就业市场，让劳工可以找到稳定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风行后，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就业市场，应该让自由市场自行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人，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经济成败负起最大责任。毕业后如果只有低薪工作，那是你自己没有竞争力，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政府出马，否则劳工就会变得好吃懒做。台湾就是这样，这个劳方都不自己去跟资方说，就是来跟政府抗议。这个政府这个公亲变事主就变成这样，你们要自立自强啊！这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风行后，每当景气不好的时候，许多被开除的员工就会把失业说成是自己配不上这份工作。这些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大环境的结构因素才是问题，反而将过错归咎给自己，好像自己不够热爱这份工作。这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透过热情原则深入人心。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赢家都会吹捧热情原则，因为热情原则对优势群体有利，可以让他们忽视自己的优势红利，把成功说成是自己努力追求热情的结果。像是贾伯斯、Elon Musk、Bezos 这些人在事业成功后，就会出自传，讲述自己当初是如何追求理想，才有今天这番事业，让读者以为只要跟他们一样追求热情就能成功。实际上，这些人是用热情原则在合理化自己的特权跟优势。最后，我们再看一下，除了求职者以热情为导向以外，为什么雇主也这么在乎热情呢？作者做了一个问卷实验，有3个来求职的员工，请问你会比较想聘雇哪一个？员工 A 是薪水导向，员工 B 是升迁导向，员工 C 是热情导向。结果发现，受测的主管有8成都最想雇佣员工 C， 有7成认为员工 C 会最努力工作。但是进一步问这些主管，会因为员工 C 有更多工作热忱就开更高薪水吗？结果发现都不会。有热情的求职者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他们在不要求加薪的情况下，就会自主做额外的工作，包括下班时间的自主学习，像是利用周末下班时间自己去阅读、上线上课程进修，让自己变成更有价值的员工。这都是额外付出的时间，但老板却没有因此给你加班费。这其实就是以热情之名，变相的剥削劳工的劳动价值。许多矽谷的知名公司甚至偏好有工作热忱胜过有工作能力，因为这些科技企业需要的就是新鲜的肝。有同学不到3个月就跳槽去薪水不到1半的公司，抱怨实在太糙了。不止如此，工作之余还要进修，下班已经晚上8点半了，老板还要求读书，为何还是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去呢？网友分析，可能是台湾人奴性很重，虽然很累，但钱多，认为都是进去蹲资历，趁年轻赚一波。但有热情的员工却不会感觉自己被剥削，而是感觉追求热情带来了个人成就感，自己努力完成了老板交代的工作。有趣的是，被剥削的热情甚至可以用来复制性别观念。社会学家 Mariana Cooper 发现，许多在矽谷科技业工作的男性会把过劳加班当成一种努力工作的阳刚男人形象。这些人没意识到自己被剥削了，而是觉得自己愿意加班为事业打拼，这其实是一种很 man 照顾家庭的工作态度。这也是为什么矽谷的职位长久以来都是男性主导。社会学家 Hochschild 则发现，许多工作要求员工把热情展现在情绪上，像是服务员、空服员这类工作，都要24小时笑脸迎人，
不只要做体力劳动，还要做情绪劳动来照顾客人。你说的是 QQ 内内好喝到没苦茶？这些工作更常找女性来担任，仿佛女人就是要负责扮演照顾者的角色。所以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被资本主义的热情原则给剥削，用来复制男生应该养家，女生应该担任照顾者的传统性别框架。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就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难题就是老板要如何激励员工，让员工想去工作。一种方法是把工作当成手段，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如果做不好就扣薪水，做得好就加薪，这样就可以间接驱使员工努力工作。但还有另一种更高干的方式，就是把工作变成目的。韦伯认为，在基督新教改革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伦理。人们认为努力工作本身就是更有道德的好人，是被上帝拣选中的人。这种工作伦理导致资本主义在16世纪后能够在欧洲蓬勃发展。当今21世纪盛行的热情原则，其实就类似基督教的工作伦理，只是不是用宗教道德观来看待工作，而是把工作当成自我实现、个人成长的机会。这样一来，韦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难题就解决了。雇主不需要想办法激励员工，因为在应征员工时，只有热忱的员工会被录取。大学毕业生为了从事热爱的工作，愿意为工作牺牲，屈就低薪，做短期不稳定的合约。鬼岛的奴工们啊，老板扣你薪水是磨练你，老板给你加班是赞赏你事情做得太完美，不要抱怨，对工作要有热情。这些惯老板语录，我们每个人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可是活在一个罢工还会被骂过太爽的世界。说得真对，回去工作。业界甚至流传着一句话：当你把热情当工作时，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工作。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实际上你就是一个被公司雇佣的员工啊。这个事实不会因为你的个人感受而改变。但是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境界，它要让员工觉得自己不是员工，让劳动感觉不像劳动。因为当你不觉得自己是员工，不觉得自己在工作时，自然就不会感觉到自己被剥削了。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们不再要求资本主义的工作结构必须改变，像是缩短工时、提高最低薪资、增加工作合约的稳定性，这些都是以往的劳工运动会主动争取的，但是现在却被热情原则给扼杀了。雇主只需要找到有热情的年轻人，让他们加班低薪也没关系，因为这些都是磨练。年轻人要透过加班来证明自己的热情，所以这几年我们就看到台湾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增加，但台湾的薪资却是亚洲地区的末段班。台湾在15个国家中，总薪资不但排在后段班，固定薪资更落后越南，位居第10名。年轻人付出热情加班，实际上生产了更多剩余价值给公司，但是台湾的薪资却保持不变。所以到底谁真正从热情原则获益呢？是做得累得要死的劳工，还是坐收热情红利的老板？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热情原则的历史、社会学，还有它的黑暗面。要提醒大家，做你热爱的事，这种职涯建议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中产阶级出身、有一定文化、社会资本的人，才有足够的安全网去追求自己的热情。劳工阶级追随热情，常常是无法翻转阶级的。但不追求热情，而追求经济稳定、铁饭碗的人，又会被人看不起。功绩主义跟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是让人忽视不平等的存在，合理化特权群体的成功。许多追求热情的劳工，暗中被资本主义剥削，还自以为在实现自我成长。当然，作者不是叫大家不要追求兴趣热情，而是要让劳工知道，现实情况就是出身阶级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求职道路。那些把热情当工作的人，别被老板剥削了热情还不知道，应该要适时的跟老板提出公平的加薪、升职请求。还有，与其一股脑的推崇把热情当工作，不如思考如何在工作之外追求自己的热情。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工会谈判、协商降低工时，那就会有更多下班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像是在北欧国家都是低工时、高效率，人们就有更多时间自由运用，追求自己的热情，在休闲时间达成自我实现。反而在台湾的我们，每天都把热情当工作，还是依旧工作到爆肝，回家总是累得要死，又睡不好吗？那就试试这款好菌家的睡意益生菌。国内首支帮助入睡的益生菌，
含有产出 GABA 的6大菌种、色氨酸、芝麻素。影片创作者常常要半夜赶工，导致生理时钟被打乱。现在我每天睡前来一包睡意益生菌，让我的睡眠在1周内就改善，白天更能高效率工作，快速产出新影片。睡意益生菌让你放胆追求工作热情，也不怕过劳半夜睡不好。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睡眠问题，那就试试睡意益生菌。现在进到购买链接，输入专属折扣码 SuperY 就可以现折150元哦。本集影片由好菌家合作赞助播出。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可抽失控的热情1本，或是睡意益生菌1包。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节目长期运作。